116买小。度量看了我一眼，有些犹豫，还是把钱放到了小。开，呵，手气不错呀。度量有些不敢置信，他拿了赚的钱就想走，被对面的人一瞪，又畏畏缩缩站住了，一连赢了几把，周围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度量手里一下多了几百块，他也跟打了鸡血一样，激动的脸色有些涨红，钱越压越多。看对面脸色都有些不好看了，度量心里也有些犯怵，怕赢太多走不掉了。他起身陪着笑，几位大哥，今儿个真还有事，就先不玩了。怎么赢了就想走？一把都没输，你他妈抽老千吧！度量吓得差点把钱撒了一地。哈哈，别这样，愿赌服输，只是今天哥几个没输痛快，你明天多带点钱再过来。我可知道你小子重啊，别想跑，明个不来你就死定了。他们是怕围观的人到处说他们不讲信用，以后没有冤大头敢来玩了，打算明天再另外摆场子把钱赚回去。回去的路上，度量有点慌。老婆，这下怎么办啊？明天他们换个人少的地方，我们赢了输了，只怕都走不掉啊。这一下完蛋了，只怕我身上的钱也要保不住了。我也故作慌张，怎么办？如果能逃就好了，我们换个地方重新开始。逃不掉的，只有镇上有出去的大巴，那里整天都有人守着。不对，也许可以从那里走。从哪里？我意识到这是一条重要信息，可能就是谭出矿之前提到的一线生机。就是朱明每个月初送人进村那几天，为了避人耳目走的那条路，不过也没用，如果在路上不小心遇到朱明的人，就会被抓。我暗自思索了一下，我有办法了，我们去找王德发帮忙。王德发，他跟朱明关系是还不错，那几个人确实也不敢随便拿捏他，不过他怎么可能帮我？我或许可以试试。度量脸上露出一丝恼怒。你不会想？当然不是，我只是想为我们家去跟他说说，想着我们赢了钱就分他一点，说不定能劝他加入。你怎么能这么想我？我突然爆发的演技和楚楚可怜的样子，让度量有点无法适从。为了能度过明天的劫难，加上尝到了赌博的甜头，为了赚钱，他又来劝我。老婆，对不起，是我错怪你了，我们家就指望你了。回到家，度量就把王德发请了过来，王德发把度量赶了出来。随后我就把白天赌博的事跟王德发说了，怕他不信，我还找来扑克牌给他演示了一下猜牌，他惊得有些坐不住了，心底那点疑虑也彻底抛之脑后。叔，我之前还有点怀疑你，现在我是真信了，你这可真是因祸得福啊！哈哈，这下我们要发大财了，明天这事就包在我身上了。我跟朱明关系还不错，那几个小兔崽子根本不敢动咱们，不过这事不能让朱明他们那伙人知道，他们贪得很，你该输还是得输几把，这样才好做全套。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，倒是我一时疏忽了。他脸色突然又变了变，眼神在我身上贪婪地扫来扫去。叔，你帮度量赚够了钱，那他有钱给朱明，那我跟这小妮子的事不就黄了？所以明天你不能让度量拿到太多钱，让他1个月内凑不够1万，到时候这姑娘还是你的。王德发激动地点头称是。我也很激动，我的逃亡计划正式启动了。第二天，王德发开车送我们来到车站，几人弯弯绕绕把我们带进一个商店，还是玩骰子，但是这次桌子显然被做了手脚。我故意放了些水，输赢都有，对面一副吃死我们的模样，倒是也没急着出千，赚了有3、4千块后，我看到对面交换了一下眼神，就知道他们要开始做局了。果然下注后，弹窗又刷的变了。连输几把后，度量有些心痛的看着少了不少的钱，有些不想玩了。咋的？输不起？我们手气来了，你就要走？要么一次玩把大的，把身上的钱全压上，要么玩到哥几个尽兴了再走。哎，哥几个别生气，你俩先出去，我跟这几个大哥好好聊一下。度量伸手去拿钱，被王德发一把按住。我说了，你先出去。度量有些不甘地看了那一大堆钱一眼，跟着我出了房间。没多久，王德发拿着一小叠钱走出来了。度量接过钱数了数，只有700块，顿时脸色有些不好看。怎地？给我脸色看，我好说歹说，
才帮你要回来700块，还不满意是吧？不，哪能呢？度良有些不甘心，钱少了这么多，但又还指望着王德发再多帮他几次，也不敢多说什么，只能苦哈哈地陪着笑。第二天，王德发声称有事出了村，度良不敢独自带着我去镇上赌，只能天天四处打听王德发什么时候回来。眼瞅着离1个月的期限时间越来越近，度良也越来越着急。到期限的前几天，王德发才露脸，却告知度良镇上那几人已经不想再当冤大头跟我们玩骰子，赚钱的希望一下落空的度良惶恐到了极点。老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我还差大几百，明天朱明就要来了，我怎么办啊？我面上装作遗憾，心底却越来越高兴。度良的提示框已经变了，度良发现钱不够，斤斤计较的朱明不会放过自己后，即使是懦弱的他也要狗急跳墙了。度良因为老乡被杀，对朱明非常恐惧，现在只要再逼度良一把，让他犯个错走投无路，把逃跑的路线告诉我，我的计划就要成功了。我皱起眉头，故作难过。那天我们可是赢了好几千，鬼知道王德发到底拿回来多少钱，他那样的人帮了你会1分钱不拿？我是一点都不信，只怕是自己偷偷拿了大头，随便给你几百敷衍你，把你当傻子了。这段时间去外面就是拿着你的救命钱去花天酒地了。我的话似乎点燃了度良的导火线。是啊，我明明赚了大几千，怎么可能才给那么点钱？一定是王德发把我的钱拿走了。他一直看不起我这个外乡人，就是想害死我。如果不是有朱明罩着他，我一定会弄死他。度良神色有些癫狂，想到朱明又很快变得绝望。老婆，怎么办？我会死的。那帮人杀了我的老乡，这村里和镇上的人靠他们把女人卖进来，都是他们的帮凶，我逃不掉的。他向我求救，却又像自言自语，诉说着自己的害怕。良久，他仿佛下定某种决心般站起身。我要去找王德发，把我的钱要回来。比起逃跑被抓杀死，显然找王德发要钱风险更小。度良抱着一丝侥幸，选择了后者。他出门去王德发家，我不远不近地跟在他后面。等到王德发院子里，度良已经跟王德发吵了起来。王德发抱着双臂，很是不屑，度良却是涨红了脸，剑拔弩张的样子。看到我手里的板砖，两人都只觉得我是来帮他的。看见我一个女孩都带了板砖来拼命，度良的那点自尊心也是终于受不住了。王德发，你今天不把我的钱还给我，我一定要弄死你！哈哈，就你这怂货弄死我！王德发嗤笑一声，度良也发狠了起来，他一拳就砸在了王德发的脸上。毕竟是庄稼汉，这一下直接让王德发见了红。王德发体型高大，满身肥肉，一个抱摔就把度良压在了地上。度良空出手掐住王德发的脖子，王德发挣脱不开，反手也掐住了度良的脖子。这里的动静引起了几声狗吠和说话声，一个血红的弹窗突然出现。有人听到吵架过来看热闹了，如果闹到护短的村长那里，身为外乡人的度良将自身难保。我必须尽快做出选择，帮助王德发还是度良？我提着板砖靠近了两人，厮打的两人都向我投来了需要帮忙的目光。我一砖敲在了王德发的大脑壳上。拐卖侵害妇女有你一份，你跟人贩子都该死！王德发很快倒在地上没了动静。你把他杀了？你不该杀他的，我只是要钱。回过神来，我的心中也是慌乱不止。外面传来一些稀碎的脚步声和说话声，显然是打闹声引起了邻居的注意。走，我们先离开这里，不然我们死定了。没错，得赶紧跑！打死了白山村的人，村长他们不会放过我的。我们出了门，借着夜色朝着大山跑去。没多久，红色的提示框再次出现。村里人发现王德发出事了，有人已经猜到是你们干的，快让度良带你去那条路逃跑。你们吵架那么大声，村里人只怕已经发现是我们干的了。你不是熟悉这里的地形吗？我们一起逃出去。度良听见，却是腿一软，差点摔倒。这里都是他们的人，所有村子都被村长他们绑在了一起，我们逃不出去，逃不出去的。他已经慌没神了，但逃跑的希望全在他身上了。我狠狠给了他一巴掌。振作点，还有办法，你不是知道一条路吗？
是有一条路，可那么远，光靠走不出去的。有路出去就行，我们走，只要有希望就不能放弃。你想被他们抓回去吗？度良用颤抖的声音把知道的描述了一遍，我才明白那条路竟在另一边，可以直接走到国道。县道乡路全是他们的人，但如果能上国道，说不定还真能逃出去。我有些气恼，那里有什么危险？为什么你刚开始不说往那边走？那是朱明他们运人进来的路，离国道也很远，而且今天已经1号了，我们走过要很久，随时可能撞上他们。那是不是有车，我们就能逃出去？度良犹豫着点了点头。白山村里有2辆车的，一是村长家，二是王德发家。我们回村找车。从田里一路摸回白山村，白山村的人已经举着火把追了出去，村长家的车也在其中。我和度良死死趴在土沟里，一动不敢动，直到看不见火光，我们才起身向村子里跑去，一路摸回了王德发家。此时王德发院子门口只有几个妇女在愤愤不平地唠嗑。我低着头走进王德发，从他兜里顺利地掏出了车钥匙，贴着墙就往车那走。我就知道度良买的那个女大学生不正经，尖嘴猴腮顶个粉毛，肯定是夹在中间挑拨。你看这都打死人了。谁说不是呢？让我说，买来的媳妇要关柴房，等怀上孩子再放出来，也就听话了。你看我们年轻时候不都是这样过来的？大姐说的对，这些买来的媳妇先挨几顿才能长记性，不然满脑子的坏心思。我越发觉得这座村子的可悲。我顺利的点着火，不等他们喊，一脚油门就冲了出去。我在度良的指挥下开车冲向了后山。后山这条路显然修缮过，路况还不错。就在度良高兴地表示只要几分钟就能上国道时，对面迎面开来一辆面包车。擦肩而过的时候，我和朱明都看清了对方的脸。我的心一下提了起来，车一拐，从一处被人为破坏的围栏开上了国道。久违的沥青路让我忍不住激动了起来，但血红的提示框再次出现。朱明已经追来，小心后方的面包车。我透过后视镜一看，后方朱明那辆面包车果然在不断逼近。货车的油门已经踩到底，但速度依旧无法与那辆面包车相比。更让我绝望的是，货车的燃油警告灯突然亮了。这场追逐显然并不能持续太久了。我有些慌了，不甘心地寻找着可以利用的东西，寻找着绝境中的一线生机。路上偶尔有车经过，度良仿佛看见救命稻草般朝他们呼救。我有些犹豫，朱明那伙人已经泯灭人性，还有枪，就算有1、2个人愿意停车帮我们，也不能让我们脱困，还会让他们也陷入危险。事实上，也确实没有人注意到我们。度良再次陷入了恐惧，我心里也是一片灰暗。如果被抓回去，我们的后果都可想而知。那是看向前方驶来的绿点，我心中一喜，有救了！抓紧！我大喊一声，轻点刹车，紧追不舍的面包车一下就追到了我的侧面。朱明挥舞着猎枪，恶狠狠地看着我。贱人，给老子停车！我手中方向盘狠狠一拐，剧烈的碰撞下，车辆都翻了出去。我的身子被安全带勒得生痛，脑袋里天旋地转。面包车那边，头破血流的朱明挣扎着从车上下来，凶厉的脸上此时更加狰狞，向我这边走来。有车看到车祸便停下查看。我媳妇有精神病，开我车乱跑。那些人看着凶相毕露的朱明，也根本不敢停留。臭婊子，你看我怎么玩死你！还有你这怂货，我直接活埋了你，根本没人知道。妈的！度良害怕的直哆嗦，我却忍不住笑了。朱明将我从车里拖了下来，他表情嘲讽，撕住了我的头发。真能闹腾啊！来，让我看看你还有什么本事。你知道拐卖妇女、杀人判多少年吗？他不屑一顾，是死刑。人贩子们大笑，朱明更是笑容嘲讽。天高皇帝远，在这里没有人可以审判我。是吗？那他们是干什么的？几辆绿色的军车先后在路边停下了，面容肃然的军官从副驾下车，荷枪实弹的士兵大步向这边走来，他们的头顶有提示框，是路过的军人。朱明脸上瞬间慌乱。军爷，家里媳妇精神有问题，
偷了车，撞出车祸。我和几个朋友正要带他回去，他立刻上去递烟，还夹带了一叠厚厚的人民币，表情小心的像是见了猫的老鼠。解放军同志，别相信他们，他们是人贩子，快救救我们！都抓起来！朱明和同伙顿感绝望。不，你们是军人，抓我们是警察的事，你们没有这个权利。急什么？查清你们的犯罪行为，我会把你移交给警方法办的。朱明立刻面容死灰。我赶紧走到了军官面前，张口就说出了这些拐卖村勾结交易女孩的秘密，还有2号交易的交易地点和细节。通知下去，这几天开展临时军演，我们野外作战。是。军令如雷，朱明几人吓得腿软，瘫倒在了地上。2号当天，白山村村西口，村长和几人来到了朱明每个月送人的地方。村长，昨天跑掉的那女孩和度良不会把警察找来吧？怕什么？警察来了就那一条路，和以前一样，收到消息提前把人一转移，说我们不知道就是了。警察再厉害，还能把我们这么多人都抓起来？法不责众，懂吗？所有人点头，都是一副不在乎的态度。也就在这时，军人们从暗处冲出，把他们围了个严严实实。年轻的军官走上前，狠狠给了村长一巴掌。法不责众，那就先从你们这帮人开始，枪毙的枪毙，坐牢的坐牢，我看能不能肃清你们这边的歪风邪气。军人挨家挨户开始搜人，我跟着他们用提示框帮他们找。无论是人群中的人贩子，被藏起来的被拐妇女，还是早就遇害被埋在猪圈里的骸骨，我都能一眼识破。让我意外的是，王德发还活着，也被抓了起来。这一场搜捕持续到了早上，所有人贩子都被抓了起来，镇上的帮凶也被列了一个名单。法院审判上，我作为代表出席法庭指认他们。因人证物证俱全，证据链闭环，朱明、村长等参与拐卖、谋杀的主要人物被判处死刑，其余情节较轻的违法人员被判处5到10年以上有期徒刑。历经了1个月如履薄冰的地狱生活，我终于回到了家，白山村的拐卖历史也自此终结。